10天运送30万军队上岛，中国大陆实施统一行动的两栖登陆力量已经准备好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外界推测中国大陆何时会通过武力来解决台海问题，而两栖登陆运载船又成为了重中之重。美国的军事专家曾经评价解放军的船坞登陆舰和两栖攻击舰，并把打击解放军两栖舰船作为其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重要战术。就算是这样，美国人自己搞的兵棋推演，其结果仍然是大多数以惨败收场。近日，美国岩石上的战争网站发表托马斯·舒加特的文章称，中国的民用滚装渡轮在解放军统一台湾过程中才是重中之重。中国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已经展示了其商业运输汽车和坦克的能力，拥有建造者所说的军事心脏和民用外壳。去年，这位作者估计中国的滚装船、滚装渡轮总量约为75万吨排水量，而汽车运输船的总排水量约为42.5万吨，这意味着110多万吨的潜在运输能力，这是中国海军全部传统两栖攻击舰总吨位的3倍多。如果解放军还可以使用香港所拥有的或者悬挂国旗的汽车运输公司，可能会再增加37万吨，总计将高达150万吨的民用航运。到了2022年，这位作者发现了更加惊人的现实：中国大约有240万吨的潜在运输能力，其中增长的绝大多数不是由于中国新造的船只，而是去年没有统计到的。中国的船队增加了4艘轮渡船只，总排水量大约为5.6万吨。此外，还新增了3艘汽车运输船，总排水量大约为5.5万吨，还有57.5万吨的运输载量被漏记。再加上第2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在2021年底投入使用，以及第3艘已经完成或即将投入使用的075型两栖攻击舰，解放军直接拥有的两栖舰船，其排水量就高达45万吨。更可怕的还是中国的这种备战方式的军事效益。美国海军的一艘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运输船的采购成本大约是15亿美元，而中国的轮渡船中华复兴号拥有超过6000平方米的车辆存储空间，是美国圣安东尼奥级运输船的2.5倍，而其采购成本只有4.2亿人民币，仅为圣安东尼奥级船舶成本的1/20。中国的轮渡船大长龙号能够一次运送2个全机械化的步兵营，或者运送1.9个重型合成营。在第一波的进攻中，中国海军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可以运送大约1个重型旅的装备和大约21000名士兵。如果中国海军的两栖运输能力能够与民用的海运能力相结合，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第一波登陆作战中运送超过8个重型旅的装备和大约6万名士兵。随着时间的推移，单是滚装民用船舶就可以在大约10天内运送7支完整的集团军以及相关的作战旅，也就是超过30万名士兵及其车辆。当然，解放军会在获得信息优势、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的前提下进行登陆作战，以确保这些民用船只的安全。西方的情报分析师朗尼·亨利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不把民用运输船作为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其首选方案。中国最近似乎完成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民用渡轮和汽车运输船的演习，其中就调动了中国最大的轮渡运营商所拥有的1半船只。根据他的计算，参与这次演习的船舶可能已经运载了中国重型旅80%以上的装备，
以及1万多名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大陆已经做好了通过2栖登陆作战完成统一的准备。让西方国家感到更难受的是，中国的2栖作战玩的还是军民融合这一套，远比美军建造更多大型2栖攻击舰要划算得多。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